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持诵楞严咒是否有任何的禁忌因为我常常有听到居士在问师父，我如果呢没有皈依，能不能持诵楞严咒师父，晚上是不是不能持楞严咒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做这个楞严咒的持诵？有很多这相关的问题。那今天我会在这呢和各位一一的做个简单的解说。那这个楞严咒呢，算是我们佛教里面是非常殊胜而且呢重要的一个咒语因为这个咒呢是主要呢能够让一个修行者呢能得到楞严大定呢楞严呢代表就是坚固稳定就是坚若磐石的那种定功。修行人最怕呢就是遭受到内在的障碍，一些烦恼妄想种种，让自己的修行中断。那还有呢外在的障碍也很多，尤其现在末法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知见，就是末法的这些见解非常的多，似是而非的见解，好像看似是佛法，但是它其实不是真实究竟的佛法，也很多。那我们要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有一个内心一个非常稳固坚若磐石的稳定的力量，就是要靠持这个楞严咒。而且楞严咒呢，它也有一个外护的功能，就是如同一个伞盖一样，能够保护着这个修行人在修行道上呢，一切没有任何的违缘能回遮就是说一些不好的呢，它就能够回避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众业轻受这样子。那刚刚列举了很多问题，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呢回答的是，其实很大的禁忌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吃五辛这在楞严经当中是有很明确的佛陀是这样子跟阿难尊者说：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心菜。是五种心，熟食发淫，生旦真慧。所以这一段经文，佛陀已经跟阿难很明确的说，这个五辛是不能吃。什么是五辛呢？我们一般佛教讲的五辛就是大蒜，葱呢就是青葱这种红葱韭菜，辛菊呢就是一般现在他们是把它认为是在印度有一个味道很强的辛香料。那再来就是洋葱类这个合而为五辛。那刚才提到说修行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很定静的内在的这个力量跟定功嘛。那如果说我们生吃的话，会增长我们的嗔恚，会容易呢生暴躁心不能心境非常的柔和平和。那如果熟食的话呢，就会增长淫欲心男女的淫欲所以呢不管是生吃熟吃呢，都是对我们修行上呢会有一些障碍。嗔恨的话，那你就会常常会犯下身口意的口业的其中恶语，就是喜欢生气骂人，气很浮躁，不能够很平和的去面对我们周遭的人事物。而且呢，因为这些五辛通常都是气味呢非常的重，很多人会觉得煮菜如果说没有放一些这些辛香料，就感觉没什么味道，吃不太下饭所以就会想要用这些重口味的蒜韭菜青葱这些等等。但是因为你吃了之后，你的身体的气乱窜刚刚有提到了嘛生吃跟熟食都对我们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影响。而且呢常常吃这些五辛的呢，身体也会产生一些气味尤其呢口呢一张开呢就会有那些味道，很不好闻所以在经文又继续说，
如是世界实心之人，众能宣说12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恶鬼等因彼10次舔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消，常无利益。所以这也是在经典里面这样的一个注解佛陀这样说。所以喜欢吃五辛的人呢，这些恶鬼就会喜欢去闻这些味道想要去亲近，那会喜欢常常跟着这个人。再者呢，就是我刚刚提的，一张开嘴讲话，那个味道就是很不好闻，人都不太喜欢呢，更何况是善神所以善神都要远离，退避三舍。所以在所有的禁忌当中，我认为吃这个五辛呢是重中之重，应该要尽量避免的。吃这个部分呢也是属于身业嘛如果能够尽量避免，我们就尽量避免，去用别的辛香料来代替这些我们讲的五辛类。因为佛陀跟我们很明确讲，会增长内心的嗔恚之心或者是淫欲之心这些都是属于修行的最大的障碍。再者呢，也有人说，那如果说我是一般没有皈依过的人，我这样子修持楞严咒是不是也不如法？其实呢，在这个部分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说持这个楞严咒一定就是要皈依。但是如果有因缘能皈依，那也是非常好。因为呢，在皈依之后呢，都会有善神永卫就是常常呢围绕在这个已皈依的佛门弟子的周边。为什么？因为你皈依是皈依三宝，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佛法僧三宝。佛他是觉悟的证悟者，那他所说的法就是所有的这些法宝法典三藏12部经。再来呢，这些佛法呢要透由谁来做宣扬传承呢？就是靠这个亲近持守戒律的出家人比丘比丘尼。那再者呢，皈依了呢，我们就是说有受这个皈依戒。好像说你要去读书，你也要先做注册，这样子呢你才是真正那个学生嘛，那你才可以学习一个完整的体制。那所以这就有点是一种是传承，有佛菩萨的加持，种种龙天护法的护持等等。这个人呢，他如果在持咒的时候得到这些加持，更能够心更定静，内心呢能够妄念减少不至于呢太多的杂念。所以这是其中一方面。那再者呢，他们皈依了呢，我们就是说有受这个皈依戒这些皈依戒我现在不在这里明文的讲述所有的戒，但是呢能够皈依是非常有利益价值的。皈依其实呢能够尽除非常多的违缘障碍让我们能够安心修法办道。那如果说师父我还没有因缘可以来皈依成为正式的佛教徒，怎么办呢？我能够持吗？你还是可以持的。因为呢在楞严经里面也有说，若有人呢自心持诵楞严咒者呢，就会有非常多的金刚藏菩萨。金刚藏菩萨他专门发心要来护持这些修楞严咒楞严经的行者。所以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去皈依，还是可以持诵楞严咒。就算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只要呢很诚心的来受持读诵这个咒，这会带给自己有很大的利益。那个所谓诚心呢，至诚的心是什么？首先呢，对这个咒语没有任何的疑念疑惑，就是讲一句白话一点，就是不相信。
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这个咒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德力吗？就会有这些妄念生出来。那要持诵楞严的人，一定要坚信不疑，不可以有疑心。再者呢，心要非常的至诚。至诚呢的意思是很亲近、很坚定的心，不管任何的外在的这些都不会动摇这个人对楞严咒或楞严经的信心这个叫做至诚的心，是不被外在的条件所动摇的自己内心呢非常笃定的认定，觉得说这个咒语呢就是由佛顶的化佛所生而演说开展的，这个十方诸佛呢都会护卫着这个持诵楞严经或楞严咒的人，这个是在经典里面也有这么样提过。所以在没有皈依三宝呢，其实还是可以持诵楞严咒，而且呢持诵楞严咒是所有众生呢要开展内心的所谓的楞严大定呢很重要的一步。为什么持咒它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因为它是源于佛菩萨们他们本源心绪的慈悲智慧的总集而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咒语呢本身就是具有加持力尤其楞严咒呢就是首楞严咒，是佛陀呢非常重视的。为何有这个咒的因缘，就是因为从这个阿难呢遇这个摩登伽女难这个故事应该各位也有听说过。就是阿难尊者有一次呢独自呢游化，就是托钵在市集的时候，走到了这个类似像风化场所，结果呢这个摩登伽女看到了阿难尊者非常庄严的这个法相貌，他就深深被阿难尊者吸引了这个摩登伽女她是属于外道之女，那她妈妈呢会很多这种不同的咒术，她就在那时候对阿难尊者施了一种邪咒后来佛陀知道了，就命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赶快前去拯救这个阿难尊者，才让阿难尊者在最后一刻即将要破掉他的戒体之前呢，他突然呢被这个咒的力量给包围住了，突然就惊醒了，好像有个很强而有力的力量法力呢把阿难尊者拯救了让阿难不至于破了这个女色的戒。所以这就是一个因缘就是因为阿难这个遇到这个摩登伽女难的这个因缘，所以佛陀呢才讲述这个楞严经，才从这个凡夫的这些妄念执着的这些种种一一的去为阿难尊者做剖析这个楞严经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有机会也要去诵读，是非常有它的殊胜的含义的。那楞严咒就是出自于在这个楞严经当中，所以我之前的影片有几则有讲述这个持诵楞严咒的功德利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回去看一下。所以这个楞严咒持诵的这个禁忌呢，最重要呢，这个身口意三门要清净。这个身我们要持守的就是不杀不盗不淫就是不可以去杀人，也不可以去偷盗，也不可以做邪淫之事。邪淫就是除了夫妻正常的关系之外的关系，就叫为邪淫。那身呢，保持这种清净之身。那口呢，口我们要尽量持守的口业有4，有哪4种呢？就是不可以恶口，恶口就是破口大骂、出口骂人；妄言就是骗人，做一些不好的这种口业。再来绮语，绮语就是喜欢说表面上很华丽的言辞，但是内心呢不相符，就是心口不一。
这是祈语，也有人说祈语是讲一些很无聊、似是而非的事情。再来呢，就是两舌，两舌呢就是搬弄是非。本来两个人关系非常好，那你可能因为这个动了这个两舌的恶口业呢，造成了 A 跟 B 的关系变差，最后他们分开，这也是属于两舌的恶业。我们可能不是很常犯的是恶口跟妄语如果是佛教徒的话，我们应该是会很警醒这几个。但是呢，祈语呢跟两舌，有时候或许我们就在无意当中就会犯下很多所以我们也要多多检视自己的口业。人家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所以开口动舌、举手投足都无不是业这也是我们都要常常注意留心的。再来呢，意要清净。意的清净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的，要非常的至诚坚信，没有任何的疑念来持诵这个任言咒。相信呢，我们一定会得到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的加持以及护佑。那再来时间呢？时间没有一定没有说晚上就不能诵。任言咒是在我们汉传的很多的道场佛事呢，都是早上的课诵一部很重要的咒所以都是早上在做课诵嘛，做早课。如果能够一早起来做，那是非常好。如果不行的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念，没有任何问题。主要的是心够不够清净还有我们自己的身业是否清净。再来呢，就是环境。所谓的环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一个很清净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如果没有安静的环境也没关系，至少要干净一点的环境都可以诵。那如果这些条件都没有了呢，还是可以诵尽量呢自己要非常的恭敬身体要坐正把这个经本或者是咒语的经本要拿好不可以趴着念、躺着念，也不可以睡着念，那就是要非常恭敬的来诵持。如果当然你有一个小的佛堂也好有供奉佛像等等，你能够在那面前念有一个对境呢就是很亲近的这个佛堂的环境，然后有佛像有香花灯烛等等，那也是非常的好。如果没有呢，我们内心也可以观想，在早课的时候都有课诵本，在开始正式念任言咒之前，就有祈请偈或者是开咒偈。那最后呢，就会有礼请许多的菩萨，包括佛顶、首楞严、归净、归命、观世音菩萨，还有南无金刚藏菩萨。我们观想呢，这十方诸佛都在我们的顶门前上方虚空前，那我们呢很专注的一个字一个字念，恭敬的来诵持。这个开咒偈呢，通常就是南无任言会上佛菩萨嘛三称，然后再来呢就是经文里面的其中是阿难的发愿嘛，就是妙赞总持不动尊，首任阎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其祸法身，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承萨，是则名为报佛恩。佛请世尊为证明，无着恶事示现路，如意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还。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省除为系祸，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作道场，顺若多性可消亡，硕迦罗心无动状。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佛顶首楞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金刚藏菩萨。
时日世尊从肉极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花中，顶放10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视线。十恒河沙金刚密集，群山持处现虚空界，大众仰观为爱兼报，求佛哀忧一心，听佛无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然后就开始念楞严咒，里面它有5会在我们汉传的祖师们，他们就是有讲，在第1会呢，就是毗卢遮法会，它呢是属于5方佛的佛部，佛部呢就是毗卢遮那佛。那它这一个呢，主要的殊胜呢，是在于总持皈依降服一切外道邪见，守护正法的根本。它首要对治我们凡夫的烦恼呢，就是其中的无明跟愚痴。第1会呢，主要是吹破调伏，主要的功德是总的皈依降服一切魔障，守护正法。这个是所谓的毗卢遮法会，是属于佛部。那第2会呢，世尊应化会，它是属于金刚部。金刚部的主尊是阿处佛，就是不动佛，不动如来。第2会呢，主要的修法呢是回遮息灾，让这些修行的人呢，能够有一个法力的结界，就是一些比较不好的障碍也有可能自己内心的障碍烦恼障所知障，种种的障碍、烦恼、妄念内在升起的障碍自己修行这一种的心，也有可能是外在。这些障呢，可能是一些人事物等等的境界给你的一些种种的困难为缘，让你没办法持续的修行。那所以它主要的功德就是降服呢这些恶鬼妖魅息灾解怨，来护持这些行者。那第3会呢，是诸佛现身会，它是属于宝生部。宝生部的主尊就是宝生佛，它是对治我们众生的我慢跟骄傲。它呢是属于真义法，它在这一会呢，就是显现无量的佛，转化我们在修行的业障跟障碍，还有我们的知具，除障消业，增福寿，也会让所有一切外在的和众缘会比较顺遂。第4会呢，就是观音化身会，它是属于莲花部5方佛的莲花部，它是阿弥陀佛为主尊，对治我们凡夫的贪欲跟懒着爱懒之心。那它是息灾清净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会会祈请观世音菩萨因为在这一会主要祈请的对象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它是具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能够闻声救苦，不管是我们天灾人祸等等，观音菩萨他本具的大悲愿力都能够息这些灾难，尽除一些这些违愿。那主要呢是消除瘟疫，或者是有碰到一些邪咒，或是一些毒害调伏情爱跟烦恼。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现在确实瘟疫各种奇奇怪怪的病毒细菌的传染病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持诵呢，就能够消除这些不好的甚至呢可能被下蛊，还是说什么类似这种比较邪咒所困在持诵这楞严咒呢，也有这些破除的一个力量。尤其对于这人世间的男女的情爱或者是对这个物质的执着贪求很强呢，这个持诵楞严咒也会帮助在这个欲望上面呢能够消除再来最后呢，第5会就是普光成就会，它是属于5方佛的结魔部。这一尊佛呢的主尊是不空成就佛，它主要对治的是我们众生的嫉妒跟疑念。它这一会呢是
总的来说是成就法，就总摄前4会的功德圆满一切。当然它的功德呢，就是圆满成就善愿，调伏群魔，护持正法久住，主要是让我们在凡夫地啊，我们有贪嗔痴慢疑嫉妒啊等等，就成为五毒。透由这个持诵这个楞严咒，修这个法呢，能够转我们的五毒为五智。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楞严咒呢是非常殊胜的哈。为什么它有那么长，有5个会？是因为呢，它是有5方佛哈，不同的部位，是包括有佛部哈，就是毗卢遮那佛；金刚部阿处佛不动佛；宝生部就是宝生佛；莲花部就是阿弥陀佛；再来呢，结魔部就是不空成就佛。总来讲，这是5方。就是代表就是佛的5方佛哈，这就是对治我们凡夫的，就是无明愚痴，以及嗔恚、我慢，以及骄傲，还有贪欲、爱染着，以及嫉妒跟疑心哈。所以今天呢，我在这个影片呢，就是在很多人的疑惑当中，希望这部分能够给大家一些厘清。我是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持诵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身口意3门都是要清净哈。那当然最重要是，首先呢，我们要先去除这个五辛哈，吃这个五辛因为吃太多这五辛就会善神会远离这些恶鬼鬼神都喜欢来接近那当然就会造成我们修法修行的人就会有很多不好的违缘产生。那当然最重要呢，就是不能产生疑惑疑念对于这个咒语的不可思议的加持。我们一定要至诚恳切的升起这个至诚的前进心那恳切的自信心亲近的这种信心信念来持诵，那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诸佛菩萨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加持。我们在持诵的时候呢，就已经将诸佛菩萨的加持融入在我们内心身心，转化了我们凡夫的贪嗔痴慢疑嫉妒等等这些5大毒素呢，转化成为呢佛的5智那我相信如果能够持诵楞严咒的人呢，心一定会越来越稳定坚若磐石一样非常稳不会碰到一些外在的境界人事物等等，就会动摇我们对修行的那一份心念。它会加强了我们修行的内在这个净化业障，辟除外在所有魔障一些瘟疫恶咒就一些不好的咒所干扰的这些障碍太多太多利益了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要秉持着信心，没有疑念，然后没有妄念，非常专心一心的来持诵。而且呢，我们要时常非常长时期的来念诵它。我们可以每天都念一遍楞严咒，如果觉得楞严咒太长了，那我们可以来学着念楞严咒心楞严咒心我在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所以楞严咒心其实就是在楞严咒这么长2000多个字的这个长咒里面的最后几句。所以不管你能发心念长版的全文的咒或者是咒心都是非常好，因为念的时候呢，你就是跟佛的心意相融合了，净化了自己凡夫这些的五毒转化为佛的5智，让我们呢修行就没有任何所有内外的所有的障碍，那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能够开始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然后呢坚定不退的，最后达到我们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在楞严经有提到，能持诵这个楞严咒心呢，也是可以得到诸佛
受记哈，你就算纵使现在没有办法修得很好，可是你也种下了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能够有个菩提道种在你内心当中植入啊，你一直念，熏习我们的这个意识哈。我们佛教有讲这个八识田嘛，就是一个很肥沃的田，它所有东西不管好的不好，都会在这个田地里面。那要看因缘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田的种子会不会发芽？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就当下就要把这个好的种势啊，成佛的种势呢，就要种在我们的八识田当中。我相信呢，这也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益的。那我希望呢，今天这个影片的介绍呢，你们能够得到一些疑惑的解答。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给我们点个赞，然后也在留言板给我们留言，我们也都会去看看看是否我们的影片能否有帮助到大家。那当然最后也希望你们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你们也可以转发给你们的朋友们你一个指尖转发呢，就可以让佛法弘扬这一个指尖的功夫就是能够让佛法发扬扩及更多的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那希望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尽一份心力，让佛法永驻就是来多持诵这个楞严咒了解这个楞严咒的殊胜，甚至来读诵楞严经那希望呢下回见，也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圆满，阿弥陀佛。